大家好，我是晴。今天要聊一个工具，它本来是为了拯救农夫而设计的，但它也让无数散户在一夜之间爆仓。这个工具叫做期货。你可能听过有人说，期货很可怕，期货就是赌博，期货碰了容易爆仓，期货能赚很快，也能死很快。这些话不算完全错，但如果你只停在这里，你还是不会真的懂，为什么同一个工具会让农夫拿来保命，却让赌徒拿来送命。答案其实不在于这个工具本身有没有善恶，答案藏在它的设计，还有你是拿它来做什么。所以今天这期我想用2个故事带你看清这个工具。第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美国农夫，第二个故事关于一个台湾散户。听完你就会明白期货到底是什么。先用一句话讲清楚期货到底是什么。先一句话讲白，期货就是先约定好未来某一天用某个价格买卖某样东西的合约。听起来有点悬，我先给你一个超生活化的例子。假设你今天跟朋友先讲好，3个月后我用35元卖你一杯真奶，3个月后会发生什么？如果那时候真奶涨到50元，那你就亏了，因为你答应要用35元卖它。如果3个月后真奶只剩25元，那你朋友就亏了，因为他还是得用35元跟你买。这个先把未来价格讲好的约定，就是期货最底层的概念。所以你先不要把期货想成什么高深金融武器，它最原始的本质其实很单纯，先约价格，把未来的不确定先用一份合约固定下来。第一个故事，一个美国农夫为什么需要期货？时间拉到190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有一个玉米农夫，每年春天播种，每年秋天收成。问题是他在播种的那一天根本不知道自己几个月后收成时玉米会卖多少钱。如果到时候玉米价格很高，那他当然开心，但如果碰上丰收年，供给暴增，价格暴跌呢？那他可能辛苦种了半年，最后卖不到成本价。你会发现，农夫最怕的不是种不出东西，而是种出来了却刚好碰到价格崩掉。所以他真正想要的不是赌玉米一定涨，而是先把未来卖出的价格锁住。例如现在玉米1吨1000元，他就先卖出几个月后到期的玉米期货，把这个价格先约好，这样到时候就算玉米真的跌很凶，他现货虽然卖便宜了，但期货那边先锁住价格，整体也不会被市场突然的大跌打烂。这个动作就是避险，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一提到期货，第一反应就是赌博、投机、爆仓。但期货原本不是为了这些东西被设计出来的，它原本是一种保险，是让有真实商品要交易的人提早锁定价格风险的工具。农夫怕跌，工厂怕涨，食品公司怕原料变贵，航空公司怕油价飞上去，这些人都可能用期货。所以你先记住一个观念，期货本身不是赌具，它原本是保险。第二个故事，一个台湾散户为什么会被同一个工具打爆？时间换到现在，主角不是农夫，是台湾一个普通散户。他不种田，他不开面粉厂，他对玉米、小麦、黄豆都没有兴趣，但他有50万，他想把这50万变成500万。这时候朋友跟他说，台指期很好赚，一口保证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但可以玩很大的部位，涨一点点，你的资金就可能喷很快。他听完以后，脑中只记住一件事，原来我可以用小钱玩大部位。第1个月，市场刚好顺着他的方向走，他赚得很快，快到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其实很有天分。第2个月，他更有自信，把部位加大，结果突然一个大利空，市场反方向重挫。因为期货有杠杆，波动被放大，又因为有保证金制度，它不是单纯账上变绿而已，而是很快就碰到保证金不够被追缴，甚至被强制平仓，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那个字爆仓。它不是输给市场本身，它是输给了杠杆、时间压力，还有自己对风险的错觉。为什么农夫赢，赌徒输？关键根本不在期货本身，关键在于他们为什么用期货。农夫的目的避险，他有真实的玉米要卖，他只是想先把价格锁住，让自己不要被市场突然的大跌打死。他不是想一夜暴富，他是想活过下一季，
所以期货对他来说是保险。赌徒的目的，投机。他没有任何实体商品要买卖，他碰期货不是为了避险，而是为了赌价格会往哪边走。他不是在锁风险，他是在放大风险，所以期货对他来说是赌桌。同一个工具，两种用法，两种命运。那期货跟股票到底差在哪？很多新手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把期货想成比较刺激的股票。不是，差很多。股票是什么？你买的是公司的一小部分，你是在投资企业。公司会赚钱，会成长，会配息，会扩张。但期货不是，期货不是买公司，期货是在交易某个标的未来价格的合约。所以股票比较像买资产，期货比较像压方向。股票很多时候你可以慢慢放，期货通常不是这种玩法，因为期货天生就带着到期日、保证金、每日损益变动、强制平仓风险，它不是买了就能装死的工具。保证金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折扣？因为你不是全额买下这份合约，所以期货会有一个东西叫保证金。白话讲就是你先押一笔钱，证明你有能力承受这份合约的波动。很多新手第一次看到会觉得这么好，只要一点点钱就能做很大部位。对，这就是它迷人的地方。但你一定要搞懂，保证金不是折扣，它只是让你先用比较少的钱去扛比较大的风险，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如果市场反方向走太多，你的保证金不够了，你就可能被追缴。如果你补不出来，或者跌太快，部位就可能直接被强制砍掉。那个瞬间就是爆仓。所以爆仓不是一个很帅的交易术语，它真正的意思是你亏损已经大到连继续留在场上的资格都没有了。期货对新手来说最危险的3个地方，如果要很白话的讲，新手碰期货最危险的地方有3个。第一，高杠杆，它让你有机会用小钱控制大部位，但也让你很容易低估风险。很多人不是死在看错市场，而是死在把部位开得太大。第二，有到期日，买股票跌了你还可以装死放着等，但期货不是，期货有到期日，到期就要结算，亏多少就是亏多少。所以对期货投机的人来说，时间不是朋友，时间常常是压力。第三，会被强制平仓，股票跌了你可以不卖，期货很多时候不是你说了算，保证金不够，券商或平台会直接砍你，也就是说你不是想撑就能撑。很多人最痛的不是单纯亏钱，而是刚被砍出去，市场就反弹，但那时候已经跟你无关了。所以新手到底该不该碰期货？我直接讲我的结论，新手阶段最好先不要碰，不是因为期货这个工具天生邪恶，而是因为它对人的要求太高了。你至少要有风险意识、部位管理、停损纪律、对市场的理解、对自己心理承受度的了解，而这几件事大多数新手都还没有。所以问题不是期货可不可以用，问题是你现在是不是那个用得起它的人。如果你现在连股票跟 ETF 的风险差别、杠杆是什么、仓位怎么控、什么叫停损都还没有真正建立好，就先冲进期货，那通常不是在投资，那比较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学开车。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第一句，期货就是先约定好未来价格买卖某样东西的合约。第二句，它原本的设计初衷是让有实体商品的人拿来避险，不是拿来让散户一夜暴富。第三句，农夫用期货锁定价格，赌徒用期货放大波动，同一个工具，因为目的不同，结果天差地远。第四句，期货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名字可怕，而是它让你用小钱控制大风险，杠杆会把赚赔一起放大。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记得点赞加订阅。如果有想了解的主题，或看完还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留言，不方便公开留言，也可以用信箱来信。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把市场看明白。我是晴，这里是投资晴姐，我们下期见 ，See it clear。